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打呼噜会带来什么后果。很多人觉得不就是声音大点吗？能有啥事？错了，这事大了去了。首先，打呼噜的人夜里的睡眠质量肯定不好，虽然他们自己可能感觉不到，但是他们的大脑其实一直处在轻度缺氧的状态。就像一个人在高原上氧气不足，大脑自然就得不到充分的休息。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，阳入于阴则寐，阳出于阴则寤，这是在讲睡眠的机理。正常情况下，到了晚上，我们的阳气应该潜入阴中，人就能安然入睡。可是打呼噜的人，他们的气机不顺，阳气入阴的过程就会受到干扰，睡眠自然就不能深沉。时间长了，这些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，白天没精神，注意力不集中，记忆力下降，这些都是大脑缺氧的表现。更严重的是，长期的睡眠不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很多系统。心脏首先就受不了，为啥？因为打呼噜的时候，胸腔内的压力变化很大，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。就像一个水泵，本来在平静的环境下工作，突然周围的压力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这个泵能不受影响吗？时间长了，高血压、心律不齐这些毛病就都出来了。还有肝脏，中医讲肝主疏泄，肝的功能就是保持全身气机的疏通。可是打呼噜的人气机本身就不畅，肝要想疏泄就得加班加点地工作。就像一个交通警察，本来管理的是畅通的马路，结果到处都堵车，他能不累吗？肝一累，人就容易烦躁易怒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打呼噜的人脾气都不太好的原因。肾也跑不了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，肾主纳气，正常的呼吸不光是肺的事，肾也要参与。肾要帮助肺把吸进来的气抓住，这样呼吸才能伸长有力。可是打呼噜的人呼吸本身就有问题，肾要想帮忙就得更加努力，时间长了肾精就会亏虚，人就会出现腰膝酸软、精神不振、性功能下降这些问题。更别说对家人的影响了。很多夫妻因为一个人打呼噜，另一个人睡不好，最后只能分房睡。这不光是生活质量的问题，还会影响到夫妻关系。有的家庭孩子因为爸妈打呼噜，从小就睡不好，影响生长发育，这个代价就更大了。